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是否经常被身边的人描述为很敏感，总是想太多的人呢？你是否每次都很懊恼自己为什么无法克制自己的心情，动不动就掉眼泪的爱哭鬼？很奇怪，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别人能够不把它当成一回事，而你却无法忽视掉自己所感受到的强大的情绪？那么或许这是因为你是高度敏感者。什么是高度敏感者呢？高度敏感的是比常人更能够深刻感知到来自外界和内部的刺激，他们天生拥有非常敏锐的神经系统，在同样的情况下呢，他们的神经系统会比常人的反应更高。这些反应通常会展现在他们的生理状况、情绪、感知程度还有意识。他们总会注意到别人经常忽略的事情，为人会比较细心，会觉察出很多的细节。他们能够感知多数的人无法感受到的飘散在空间的各种杂乱的能量，但同时也因为这个能力导致大部分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内向。在有一本书叫《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》的解析，有高达70%的高度敏感者是属于内向的人，而30%呢是外向的。因为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想法、情绪，所以高度敏感者在人群中呢会显得比较小心翼翼，非常顾虑别人的感受。这些高度敏感者呢，他们都带有独特的特征。不懂如何驾驭这个感知能力的人呢，经常会认为这个能力是他们的困扰。因为有不少的高度敏感者呢，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的天性，经常被世人误解为是脆弱和玻璃心的表现。它其实是来自灵魂的天赋，这是人类本该有的能力，只是目前的人的身心灵状态呢，已经跟不上灵魂的能力，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灵敏程度都不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一一解手看，你是不是高度敏感者呢？高度敏感者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同理心很强，很容易受到外在的情景影响情绪。克制眼泪呢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比如因为一段话、看了一幅画、听了一首歌或者看了一部电影，他们很容易陷入那个情景，情绪跟着起伏，会为此感到感动或焦虑。通常高度敏感者呢，都无法观看残忍的电影或新闻，甚至只要听见声音呢，他们都会感受到痛苦，他们会觉得很痛而看不下去。基本上只要有关于虐待或暴力的影片，他们都会下意识的滑走。高度敏感者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待在公共场所之后会觉得疲倦。只要到有人群的地方呢，他们很容易被那里的磁场、环境或杂音影响。或许他们当下无法感受到什么，但是一旦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瞬间感受到自己很累，需要躺下来充电。高度敏感者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喜欢独处，必须要有自己充分独处的时间。他们无法全然的享受群体活动，必须要有自己的空间。有些呢会很重视独立房间的重要性，会愿意省更多的钱来租单人房，不喜欢和朋友经常黏在一块。这里的意思呢，不是说他们讨厌朋友，而是当他们没有足够的独处时间的话，他们会疯掉了，就是他们会感觉好像喘不过气。他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呢，自己待着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高度敏感者的第四个特质就是嗅觉敏锐，他们很容易嗅到别人的体味和口气，一旦嗅到不好的味道呢，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理状况。比如香水味烟味在地铁排队，就是人潮很多的地方呢，他们会嗅到一股群体的味道。虽然那个味道呢它不臭，但是就是嗅了会很不舒服，会造成这些高度敏感者会头痛肚子痛，甚至想呕吐。高度敏感者的第五个特质就是情绪起伏很大，心情很容易被别人影响。一旦看到别人心情不好，或者是当他们遭到挨骂的时候，高度敏感者呢也会感到压力，心情也会跟着不好，因为他们的体质就像海绵一样，容易吸收到各种不同的能量。
他们吸收到好的能量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情呢也会翻倍的好，会特别的活泼激动。但是，一旦遭到外在的人事物不良的频率影响，他们也会翻倍的感受到负面的情感，容易烦躁和暴怒。高度敏感者的第6个特质就是有灵异体质，他们能感知到另一个空间的存有。他们从小呢就经历很多灵异事件，对灵体呢已经有一定的经验。有些的人呢是先天已经带有阴阳眼，或者是通过体质呢，他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的有没有灵体的存在，总是和这些东西呢比较有缘的。或者当他们看灵异影片的时候，他们会感到胸口闷啊、干呕或者是头痛。高度敏感者的第7个特质是面对大量的信息的时候，他们会焦虑不安，不喜欢关注太多的专业。阅读的时候呢，无法看太长的时间，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消化新的信息。当他们专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人来搭话，他们会很压抑自己烦躁的情绪。他们其实很不喜欢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有别人来打扰。一旦有一些小动作，他们的思维呢就很容易混乱，无法集中。一瞬间有很多的东西快击爆脑袋，他们会无法驾驭那么多的信息，会紧张不安。高度敏感者的第8个特质是，你很容易因为挨饿而感到愤怒，无法集中你所做的事情。每次一肚子饿，恨不得马上往自己的嘴巴塞一点东西。这是因为高度敏感者对血糖的变化很敏感，他们所感受的饥饿感呢，会比普通人还要强烈。忍耐挨饿呢，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，除非当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呢，能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不然的话呢，他们一定要马上去吃饭。高度敏感者的第9个特质是怕痛，明明同样的伤口，但高度敏感者所体验的疼痛感会更强烈。通常这类的人呢，他们无法忍受别人来帮他按摩，他们很难感受到按摩所带来的舒适感，更多的是疼痛。即使按摩师已经调到最轻的力度，但是高度敏感者呢，还是会感受到强烈的疼痛感，甚至会痛好几天。高度敏感者的第10个特质是很容易受到惊吓和紧张，经常因为别人的小举动而莫名的吓一跳。可能别人呢刚好站在你的后面，或者是忽然走进厕所，即使对方不是刻意去吓你，你总是会被吓到叫一声，也很容易对事情感到压力，容易紧张，压力承受的程度会比别人更深刻，会害怕自己做不好。一旦紧张呢，就失眠、手抖、肚子痛，想要拉肚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高度敏感者的最后一个特质是很容易疲倦。每次干活或做一点事情的时候，你的精神很容易被消耗。比如在下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累，想要马上倒头睡觉，或者经常遭到长辈的唠叨，没做什么事情呢，动不动就喊累。你自己呢也会感受到自己好像比普通的人呢更容易疲倦，每次一睡呢就睡得很沉。以上呢就是这个高度敏感者的11个特质，你可以通过这些特质来看自己是不是高度敏感者呢？很多时候高度敏感特质的人呢，经常无法驾驭这些敏锐的感知能力而活得很累。很多忧郁患者都是因为他们很敏感，经常感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被很多不好的能量影响着他们的身心灵。他们经常被视为弱项或病态，但它不是软弱的征兆，而是真正活着和富有同情心的灵魂。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，可以让高度敏感者去认识自己，去面对自己的情绪，释放所有不属于自己的能量，为自己去改变调整外在的环境，多给自己个人的空间，给自己有足够的睡眠，冥想观想来清理负能量，以及多接触大自然，可以帮助他们的状态稳定。高敏能力呢，不是病，而是来自灵魂的礼物，更好感知能力的展现。我们能够通过它来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好的能量来围绕自己。当我们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对我们是好的，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。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自身的频率，强化显化的能力，以及保护我们来远离不好的环境。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